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李一桐的观众缘玄学，当爆款剧也解不开的隐身魔咒。李一桐的观众缘玄学，当爆款剧也解不开的隐身魔咒。娱乐圈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规律。比如李一桐的观众缘玄学戏火人不火，堪称当代影视圈10大未解之谜。明明手握爆款剧，演技在线，颜值能打，却总在剧中后悄然隐身，仿佛一场盛大的烟花秀结束后，唯独他的身影被夜色吞没。玄学现象从体寒到黑马，始终缺临门一脚。李一桐的职业生涯是一部典型的逆袭剧本与记忆断层交替上演的连续剧。今年暑期档，他与刘宇宁合作的《书卷一梦》以黑马之姿杀出重围，豆瓣开分 8.5， 热搜霸榜半个月。他饰演的宋一梦，一面是清冷孤傲的书灵，一面是执着追爱的少女，层次分明的表演让无数观众惊呼李一桐终于熬出头了。宋一梦打破体寒魔咒。然而热度未满3月，与诚意搭档的《天地剑心》开播，他饰演的蜘蛛精青铜灵动可爱，演播流转间皆是少女娇憨，换来的却是网友质疑：30多岁演少女为何演技套路化？讽刺的是，同样的脸，同等水平的演技，观众却仿佛患上了间歇性失忆，上一秒赞他巨抛脸，下一秒骂他强凹少女。这种割裂反应恰恰揭开了观众缘的残酷本质，它从不与实力划等号，而是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心理博弈。观众缘谜题：实力与存在感的错位根源。1. 人设雷同与角色红利缺失。李一桐的角色库中不乏鹤唳华庭、陆文熙的坚韧，苍兰诀去做中女侠的飒爽，但大多被框定在清冷小白花范畴。反观出圈演员，往往靠极端人设破圈，如《狂飙》中黑化的张颂文，或《隐秘的角落》里阴郁的秦昊。李一桐缺的并非演技，而是一个能引爆讨论的符号化角色。当宋一梦的惊艳被青铜的似曾相识冲淡，观众自然难留深刻印象。2. 剧作热度与个人标签的失衡。书卷一梦的逆袭是剧本演员的典型案例。观众热议的是穿越书灵的新颖设定，刘宇宁的颠覆性表演，李一桐反而成了完美拼图中最规整的一块，足够优秀，却不够独特。相比之下，赵丽颖凭幸福到万家夯实现实主义大女主标签，白鹿借长月烬明立住疯批美人人设，李一桐却始终在爆款剧中充当黄金配角式女主。3. 市场记忆与营销逻辑的陷阱。当下影视市场，演员需要持续输出记忆点，或是社交平台的段子手人格，或是综艺里的反差形象。李一桐的低调本是无心之举，却难敌快餐文化的侵蚀。当《天地剑心》的宣传重点偏向诚意的打戏、特效的震撼，他的角色魅力便被压缩成宣传稿中的一句甜美可爱，最终沉没于信息洪流。行业境界，观众缘能否被制造？李一桐的困境，实则映射了行业浮躁生态下的认知悖论。我们标榜用作品说话，却默认演员需靠话题维持存在感。然而，历史早已证明，巩俐年轻时亦曾被批土气，周迅早期作品也遭遇收视滑铁卢。观众缘从来不是数学题，而是化学反应，它需要角色、时机、观众情绪的共同发酵。对于李一桐而言，书卷一梦的突围已证明他具备破圈潜力，下一步或许需大胆跳出舒适区，尝试反派、喜剧等颠覆性角色，或在跨界舞台上释放个人特质。毕竟，观众缘的终极密码藏在意想不到的惊喜里。当舆论一次次将李一桐推入体寒争议时，我们或许该重新审视红的定义是热搜上的虚妄数据，还是行业内的长久口碑。他的隐身
恰恰成了这个时代演员生涯的隐喻。有人靠噱头昙花一现，有人用作品静水深流。或许某天，当观众回忆起书卷一梦中宋一梦的那滴泪，或天地间心里青铜的一个微笑，会忽然惊觉，那个戏红人不红的女孩，早已用角色织成了一张无声的网，悄然捕获了时光。诚意李一桐的观众缘玄学，当爆款剧也解不开的隐身魔咒。娱乐圈从来不缺才华横溢、演技出众的演员，但观众缘似乎永远是一门解不开的玄学。李一桐便是这门玄学中最令人费解的存在，手握多个爆款剧，合作对象一个比一个顶流，却总在热度巅峰后悄然隐身，仿佛被命运按下了静音键。而在他与程毅合作的《天地间心》中，这种现象再度被放大，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戏火人不火的体寒之谜，李一桐的履历几乎是教科书式的高起点，从半妖倾城的初露锋芒，到鹤唳华庭的层次演绎，再到书卷一梦的黑马逆袭，他的演技稳定，台词功底扎实，角色塑造细腻而克制。可奇怪的是，每次作品热度爆棚，网友的记忆却总在剧中那刻戛然而止。热搜退去，他的名字便随风消散。在《天地间心》中，他饰演的蜘蛛精青铜灵气十足，既娇憨又有几分狡黠，与程毅饰演的王权富贵形成鲜明反差。按理说，这样的角色设定极易出圈，然而观众的讨论焦点却集中在程毅的剑艺与动作戏上。李一桐的存在感再次被淹没在特效与男主光环中。观众缘的错位定律，为什么实力与人气总是错位？其一是角色雷同造成的视觉疲劳。李一桐多次饰演清冷、温柔、隐忍的角色，这类人设虽不出错，却难以惊艳。他的稳成了优点，也成了桎梏。其二是剧火人不火的宣传逻辑。当一部剧成功，流量往往集中在话题度最高的演员或设定上。书卷一梦的奇幻设定，刘宇宁的反转演绎抢走了所有光，而李一桐的好表现被归入正常发挥。其三是低调在快餐化娱乐中的劣势。他几乎不炒作，不上综艺，不制造人设，这种沉稳在当下反而成了隐身术。与程毅的对照，两种命运的交叉点。同样经历过迟来爆红的演员程毅，是李一桐的绝佳对照。两人都以实力起家，都被称作慢热型演员。但程毅能凭《莲花楼》《天地间心》实现厚积薄发，关键在于他成功建立了沉稳、克制、孤绝的独特标签，这是观众一眼就能识别的程毅感。而李一桐的形象虽多变，却始终缺乏属于自己的符号。观众记得他饰演的角色，却很少记得李一桐这个名字。在《天地间心》的对戏中，程毅的情绪递进，眼神微变，极具辨识度，而李一桐的表现虽自然，却被动的成了烘托者。这并非能力差距，而是观众心里的投射。一个演员若无法被情绪记住，就难以被长期记住。观众缘真的能制造吗？观众缘从来不是数据，而是化学反应。它需要演员的表演、角色命运、观众情绪三者共振。赵丽颖靠坚韧现实的角色积累信任，白鹿用极致情绪赢得记忆，而李一桐的好太平均、太柔和，没有极端也就缺乏冲击。但它也绝非无解。书卷一梦的成功说明，只要角色够立体，它完全能撑起一部剧的灵魂。下一步，他需要的是破坏性的自我挑战，哪怕出演反派、疯批、喜剧角色，只要能让观众产生原来李一桐还能这样的惊喜，他的观众缘或许就会被彻底点燃。静水深流的另一种红。当外界把他的体寒当作标签时，李一桐依旧以作品为信仰。他或许不是社交媒体上最喧哗的演员，却是剧组里最稳定的一环。他不追风，也不迎合。也许有一天，
当观众重温天地建心，重新看到青铜那抹灵动的笑，才会明白隐身不是失败，而是另一种深流。真正的观众缘不在热搜，而在岁月。李一桐的光不张扬，却足够长久。